之门啊！哇，厉害了！难道真的通往地狱吗？你相信地狱之门真的存在吗？坟地不闭眼，夜路莫回头，正午要绕道，不进鬼水洞。这是位于恶乡交界的一处生命禁地。是鬼揣的脚迹，弹琴子的这种高发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。老人亲身经历的琴声，难道真的只是自然现象吗？当我们踏上鬼水洞探秘之旅，洞里一幕竟让我们所有队友彻夜难眠。洞口上面呢有一个水帘是倾泻而下，像一个水帘洞一样，这里特别的湿冷，感觉走到这个峡谷里面呢，就让人不寒而栗。还有火堆。收到，请说。看老人说，在洞里面经常听到像弹琴一样的声音。干什么？那么可怕？对的，对的。有弹琴的声音，有当地老人在里面听到了弹琴的声音。它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？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实地揭秘。大家看这个石头的纹路，非常的奇特，看着像月牙一样。这是怎么形成的？这个里面极有可能会出现化石。夏季的时候肯定有很大的水流灌进来。因为这所有的岩壁上面完全没有一点基土。我们现在在洞道的一侧发现了一个小水潭，这个水潭里面有很多骨头，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山羊的骨骸，有可能是附近的这个山羊啊给冲到这里面来了。这里也有骨头，每个水潭里面都布满了骨头。这里是什么？继续深入。这个洞壁从这里来看的话，它是完全是由水溶形成的。洞道宽8米左右，高3米左右。然后再看这地上的石头是琳琅满目，一般这种从地表水冲进来的石头呢，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岩层。如果是出水洞呢，它的岩层比较单一，一般都是变质岩呐、石灰岩这种。但是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多玄武岩呐、石灰岩呐、变质岩呐等等。上游如果是有人养鱼，这些鱼呢冲到了洞中，就会变得非常巨大，有时候还会发出怪叫。我们越往内部走，它的这个水流量越大，但是总体看起来就像是那个晚上在河滩里面走的感觉是一样的。我们要看一下这些水潭里面有没有鱼，尤其是洞穴鱼。因为目前我们国内发现的洞穴鱼这个品种很少，这个里面并没有什么人为遗迹，有可能古人根本就没有到这么深的深度来。上面出现了一个水溶的大树顶，现在是它的底部，在底部还能发现一些农药瓶子，说明这个树顶的上面是跟地表水相连的。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水流继续向洞道深处前进。只要是个洞都是有尽头的哈，不要听它那个传说是鬼水洞，它就是个无底洞，实际上并不是的。出现了一个断崖，我们看一下，有2、3米高啊，这个要不深。高不高？当地人听到这里面发生雷鸣般的声响，有可能就是这个水流撞击岩壁的声音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用安全装备继续下降，准备下降。从这里下来之后呢，这里是个回水塘，也就是我说发出巨响的声音的这里。这前面依然是一个小断崖，现在需要开线布绳。这时候阿老师已经阿老师已经挂在身上。这时候阿老师已经做好了保护，他这时候即将向洞穴深处前进。他前进的每一步都是我们人类科研的巨大的一步，他这一小步是人类科研的一大步。现在有2位队友已经成功到底了。
我们继续前进。一降下来，我们看到了水流的出处，也见到了这个水流消失的地方。这个下面应该有个漩涡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潭的周围呢，它是没有其他洞道。现在平均乙正在往通道深处前进，它采用的是匍匐前进的方式。这个河水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根本不知道它的流向是往哪边。哇，好大的洞厅啊！好大的洞厅！哇，全是这样雾蒙蒙的。这个洞厅可能有40多米高。现在它的主洞道应该是往左手边去的。大家看，我在这个石头上面发现了古文字，这个难道就是鬼水洞真实的由来吗？这个看着像一道符，就是那种道家的符咒，看起来非常的像哈。这是一坨积雪石，很大一坨。这里洞道是往下去了哈，这边就像一个溜槽一样，像小孩子玩的滑滑梯。但是我们千万别这样滑下去了，滑下去了是爬不上来的。丢个石头测一下深度啊，不用测，5米，看得到底。这里看到底了。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断崖，来听一下响。哦，中间还有一个潭，你听那个水溢出去的声音。咱们从这里直接跳下来了，因为这个并不深。这也是一个水流消失的地方。哇，上面好高，这里可能有50多米。我都有了，他们也在往上面。继续往前走。哇，这里很高，哇，这里高。丢个石头看一下，怎么样？竖井吗？大竖井。我那边的大竖井。20多米吧，也不是大竖井。做好了安全保护，我们准备继续下降。这一段下去有20多米吧，可以看到那个前面还是非常的幽深。降下来，这里绳子刚好够，这里又是一个小水坑，水在这里变成了伏流，但是这边依然是有洞道的。这里可以看到有个小洞口，这个上面我们上去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洞道究竟延伸到哪里去了。有一道石门，我们要跨越这道石门，开启新的征程。从这里下去有一个断崖，然后呢前面的断崖这样看起来深度未知，我们继续开线，继续布绳。汉白玉与石灰岩的交融，形成了这种像文字一样的神秘图案。这个上面玉质通透，像什么动物？所有队员全部到齐了，我们这时候做好了安全点，准备继续守降。看到我身后呢，是一个像腰子一样的潭。我从这里降下来之后呢，这个前面又是一个潭口，但是目前这样看起来还不知道它的洞道继续往哪边延伸的，我们只能继续前进。那边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我们继续下降吧。什么情况，一哥？这下是黑漆漆的，看不到底。哦，那我们可能迎来了进入鬼水洞最大的一段升降。这里好像是有个暗道，这个暗道打光外面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哦，那是相通的哈。对。哇，厉害了！芝麻开门。找到了突破口，我们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坛子了。哇，这里有一个地狱之门啊！真的通往地狱吗？哇，我感觉那个石头落到了阎王厅的正中心。我们就进入这个狭窄的裂缝。这个缝是非常的狭窄，可以看到。哇！下面这个河道啊！过去了，那终于过去了。我已经突破了这个潭口，在这里做了保护站。我们看一下下面，哇，是个无底黑洞。再看上面，
是一个通天竖井，这里上下的落差非常大，而且洞厅也是非常大的。我们现在继续开线，继续向下面走，出发。下降了几十米，我们来到了中间一个平台，下面依然是无底黑洞。我们现在继续往下开线。现在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双点保护站，向下看去，依然是黑漆漆的一片，而且洞道变得非常大，有可能这下面有很大的洞腔。我们继续下降，户外小蚱蜢也跟上来了，我们继续下降。这里依然是看不到底的。我们是从那个亮光的那个地方降下来的，哇，好大的洞厅呐！现在我们处于了这个阎王厅的底部，这个应该就是鬼水洞的最深处了吧？这边是采石铺路啊，这都是水流从地表带进来的石头，各式各样的材质都有。现在呢，队友正在下降，哇，可以看到洞腔依然是非常的高，然后这个洞腔的宽度也明显扩大，差不多是15米宽，20几米高。地上这时候出现了很多泥浆，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坍塌，而且有大量的水，可能在前面曾经形成过堵塞，就让这里形成了一个堰塞湖。这下去全是断崖，都要徒手下。哇塞，这个洞不容易啊！鬼水洞果然名不虚传。咱们从这里下来，看到了一根腐木，这个腐木上面有这种菌丝，可能还会长出来那个菌儿，洞穴菌儿。咱们在这里又遇到了一个断崖，然后这里面呢有一个绿色的琥珀，就是一个小水潭了，电筒放在里面非常的好看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下降，这里过去一片黑暗。小北啊，洞穴底下遇到蛇皮了。哇，真的？难道他们说这里面有蟒是真的吗？我们看一下，在地上发现了一张蛇皮。这个，而且这里还有这种小型植物，快看这里还有植物，这个是蕨类植物，在如此深的洞穴底部，居然还发现了生命的痕迹，而且还有一点翠绿翠绿的，太神奇了吧！过来了，过来了，看一下在前面。依然是走不完的地下暗河。哇，这时候已经收不到队友说话的声音了。哇，好大空间！洞穴大厅，好大，豁然开朗。这里可能有上100米高了。大厅的底部发现了一个布满了冰臼的水冲石。看这个上面，好多窝窝啊！说这种窝窝里面可能会有黄金哦。看，好漂亮的石头。欣赏一下，我们继续前进。这个石头就是山体，非常的大。这里还有一个天池嘛。这里发现了一株这个完全白化的山奈，哦，这个算是仙草了吧？在几千米深的这个天坑底部，居然发现了白化山奈。咱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只盲布甲，这是非常罕见的这种，这个很少见哦。啊，这里还有一只，这里还有一只，爬得好快啊！已经成功探底啊。在小蚱蜢那个后面呢，就是一个裂缝，在这里洞道最深处发现了一个布甲群。这个盲布甲
它在中国有很多地方有分布，但是在这么深的洞穴里面呢，发现王不甲的身影还是第一次。今天的探索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义。进到了一个布甲虫的群里面了。布甲虫群，在那里有一个灶马，你看白化的灶马，没找到群主。灶马，这是一个。哇，真的很少见这个。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他们的群主。到目前为止呢，这个鬼水洞我们就全部探明了。在里面呢，共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抵达了这个鬼水洞的最深处。在里面呢，没有发现那个弹琴的声音，但是发现了很多盲布甲群，这个算是比较震惊的一个发现。然后，那个村民听到的那个洞里面传出的巨响，有可能就是那个洪水啊在撞击岩壁产生的回声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拍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索之旅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什么？快来这里躺了一个人，倒栽下去了吧？曾经生吞3个大活人的地方究竟有多可怕？位于悬崖中间的仙位洞，悠长的裂缝尽头竟是人间炼狱。坍塌的城墙石门，洞内的怪异刑具，100年前这里曾有过生与死的较量。当一路探索发现来到洞道尽头，这里才是噩梦的开始。古代探险者为何全部殒命洞中呢？我们随着峡谷前进了2公里，现在已经来到了洞口之下。仙位洞的关马洞呢，就在这里。我们准备从这里开始钉攀。经过我们商议啊，现在由年纪最大的袍哥为我们开线，从那个位置钉攀上去，然后这个悬崖中间呢有一条罗马古道，从这个位置进行横切，就可以抵达这个仙位洞里面了。在等待开线的过程中，我们看一下天上出现了非常好看的金边云。哇，丁大耳光，好漂亮哦！这时候先锋已经将线开好，成功进入洞口，我们准备逐个上升。无论下多深的天坑，都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的，这样非常安全，非常可靠。可以看到它上升的速度是挺快的哈，但这个不光是靠技术，更多的呢是靠体力。现在咱们已经站到了这个横切的小路上面，据说这个是以前的罗马古道，那么这个路宽度差不多在一个70公分左右，我不知道这个马在上面是怎么行走的。历经3×7=21个小时，我们现在终于是抵达了这个仙位洞的门口。这个石门的背后隐藏了怎样的秘密呢？天工造物里面有记载，这个三合土是如何制作的。这是什么？哇，金蛋子啊！这株金蛋子的直径差不多有2.5公分，长得还挺茁壮的，我们不要伤害它。好多陶罐啊，全部都是，哎，这是青铜器吧？绿莓是铜的。对，好像就是铜的。青铜器，就这里面曾经有很多人在里面暴毙了，看到吗？这个大坛子，很多这种瓦坛子哈。有人发现了有很多马粪，哪有那么多马？好多马粪啊！这里，兄弟们，这以前据说是关马的，真的有这种关马的痕迹哈！我去，肋骨。我们继续前进，看一下里面会有怎样的发现。这边好多坛子，这是我见过这个陶罐碎片最多的一个洞。这应该在几十年前那个寻宝的人没有过来的时候，这里面很多陶罐都是完整的，非常可惜哈。有很多人说我们是淘宝的，实际上我们来过的有很多洞，在70、80年代都有人来过。我去，有了发现哈，这边有了发现，咱们继续前进。这个里面充斥着很大的味道，我们要特别注意脚下。哇！现在继续深入，这个洞道并不宽，它的左右的宽度20-30公分，高度差不多是2米，是一个狭窄的裂缝。我们继续向洞道深处前进。从这么一直过来的，都能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骨头，
也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骨头。我们现在继续前进，洞壁上面附着了很多马路，这里有一道狭窄的门，很窄的一个门，这样进去，这里要爬着过。我去！爬过来之后，洞道就变得很低矮了。这边发现了非常奇怪的一种器具。老孟啊，这里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器具，我还从来没见过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感觉像一个什么雕塑哈。看它的分量的话，应该是铁的或者是铜的。你感觉一下，没见过。这个应该是一种装饰品吧？感觉是哈，很奇怪的一种器具。我们现在继续向洞道深处前进，这边一直要爬着走。洞道变得比较宽了，但是没宽几步，这里又要往上爬，是一个向上的洞道。这边发现了非常通透的这个绿化的钟乳石。这种很常见了，我们还是继续向洞道深处前进，看一下里面隐藏了什么秘密。咱们要从这边爬上去，这里有一个非常狭窄的门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鬼门吗？通过这个小门这样爬上来，现在进入了洞道第2层。第2层没有继续往里面延伸的通道，它唯一的出路就是一直往上，这边还有通道。在这里发生了一个转折，1层到2层有一个换步台，但是没有木梯了。以前应该是做的有木梯。这个第3层通道呢，它进来是有向山体内部延伸的这样一个通道，所以咱们这里走平路就可以了。哇，这是怎么变的？好扁狭。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比例，这个前面呢是一个水洞，这样向下的。据资料显示，这个里面曾经有一波人进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，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进去看一下，他们究竟藏在哪个地方呢？这里要爬着才能过了。一个掉落下来的石头形成了一个天生桥，侧着身子过了之后要匍匐前进。匍匐前进了之后，可以站起来。我们试一下啊，可以站起来，能站起来的感觉很舒服。这个要是有幽闭恐惧症的话，是钻不了这种洞的，感觉就像是即将会把人压扁的一样。我们千万别遇见什么机关，那就不好了。里面感觉宽阔一点了。看，这个洞里面透发着很大的雾气啊，这边就好走多了。咱们只需要这样踩着2边，就可以继续往前通行。我现在是第一视角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宝藏。发生了转弯，这样穿过来是一个水洞。很深邃，非常形象吧。然后再看这个漂亮的钟乳石，玉质通透，这个上面还有这个非重力水沉积的石核桃，以及这个里面生长出来的鹅管，都是非常脆弱的。咱们现在要随着这个泥巴洞继续深入，差点摔一跤，有点尴尬。啊！我操！啊！我去！金佛洞的暗道里面究竟藏了多少秘密？当我们一路爬行，通过不知年代的盗洞，内部的深深白骨似乎预示着此处并不简单。暗道深处的通天竖井又会通向哪里呢？哇！我发现了绿松石。绿松石？对啊。哦，不对，这是铁矿石。水深。
有流水的声音，滴滴答答的声音，水量应该不大。我去，这个地下难道有地下河吗？哇塞，要命啊，真的是要命！但我们所有人都掉不了头，这时候只能一个一个的往后退啊。你还跑到边边这里来了？对啊，看咱们在这里发现了有山泉水，然后向阳还在前面探路，东道到了这里就变得非常狭窄，而且地上全是稀泥，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远古的盗洞，因为这里面如果是矿洞的话，它那个矿运不出去啊，太窄了，这感觉就是一次性的一个洞道啊。可以看到向阳还在前进。是不是挖到这里就结束了呀？好像是还有洞。我要看一下是什么情况。这地上土非常的潮湿，这有可能真的是有人在这里挖了一个盗洞。继续爬。哎呀，我操！哎呀，还很深哦，深邃的很啊。对，那继续前进。前面还很深邃啊，可以看到向阳已经去那个前面了。继续前进。哇，这边还挺深邃。哇，蝙蝠撞头啊！很多蝙蝠，这可能有成千上万只啊！不管它，我们先走右边。哇塞！咱们继续深入。哇，这边过来后，这个洞腔就可以站着走了。哇！大家看，这上面布满了非常漂亮的这个鹅管，而且这里面是一个钟乳石大厅，这里有人工修凿的这个台阶下去了。哇塞！你能想象到如此小的一个通道进来之后是这种景象吗？我的天哪，这有点奇妙哦！哇，太震撼了！这个台阶上面没有脚印，而且夜明砂这个上面也没有痕迹。走，咱们继续前进。我的天哪，这边还有洞道！天哪！哇塞，大家看这个景象，溢水的这个钟乳石幔，溢水的钟乳石幔挂满了洞顶，太震撼了。这个下面呢就是一个泉眼，这边好像是有个洞道，哦不对，这是盲洞。再看这边，这边好像是有洞道，继续往上去了，咱们继续前进。我的天哪！哇，看这个里面，这应该是我见过最大的钩虾了吧？抓起来看一下。哎呀，你还跑！它有点聚光哦，看到没？哇，好大一只钩虾！这里是属于典型的页岩层，我们继续前进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叫水冲石，看到没？好漂亮啊！看到没？还是单个的。这个就是太远了，不然我们可以把它捡回去把玩一下。上去吧。看到光了。你锤子看到光。哇！哇塞！
这个吗？啊，对。陶罐的啊，陶罐的那个装饰，外面的那个装饰，还挺漂亮哈，挺漂亮。对，哇，这有一个坝，这是个坝吗？对，骨头吗？这是个坝儿。这个就是。你爬人还跟我们这里？看这里。你看哪？你看搁在哪？哇，大家看这下面是有一句。你看那个头上，这是一个成年人，在前面，在那个位置。哇塞！这不是吗？我的天哪！这个洞里面真的是白骨无数啊！然后在这边也有，啊，这里，这个是动物的骨头，这是一个，应该是狗骨头，这是一个狗的下颌骨。进来了差不多1000米左右了，这个前面依然是走不完的地下河，咱们继续深入。洞道开始变窄了，哇，里面好像有瀑布，听到很大的水流声，而且说话有回音呢。哇，这里有个通天竖井。哇塞！地上，哇，有陨石，看到没？冻陨呐，这个叫冻陨，不过没什么价值。这里有很多，这个是由于这个竖井被水冲蚀啊，成千上万年，然后这个冻陨的密度非常大。它就冲不走，最后就从这个石灰岩里面呢，给沉淀下来了。这里依然很深邃，咱们继续前进。从这边过来了，可以看到这个地上有水在流，然后这个石头中间夹杂着这个黄泥巴，所以走起路来非常的不好搞。不过我们想继续深入。这简直像地下迷宫一样，感觉到没有？哇，看这个地上的沼泽，天哪！哇，这个裂缝还挺深邃的，我们继续前进。现在袍哥是探的右边那个洞。我靠！刚才是个什么东西下去了？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我们继续前进。这里面不知道还有多深。哇，这是什么石头？像积雪石，看到没？红色的。哦，洞道到头了。这是一个天坑的底部，哇塞，那上面好高啊！强光手电根本就打不到顶，可能有300米左右，一个大竖井就结束了。这边还有这个阴沉木，看到没？这个就说明这里是连通了外面的地表水的。这种向上的竖井我们一般不探索，因为它探索之后应该也是回到了地面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原路返回，去问一下袍哥右边的那个洞道怎么样了。左手边的这个裂缝呢，我们进了1700米左右就结束了。可以看到这地上只有我踩的脚印，不知道古人来过没有，反正感觉近代是没有人进来过。看这个岩壁上面有很多蝙蝠粪，但是我的气测仪没有报警，说明这里面因为有流水的原因啊，这个空气的质量还是比较不错的。我们原路返回。